想要继续顺着这种灵魂想要的这个自由的感觉继续往下走。最近啊，我开始尝试了我原来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件事情，就是 casual dating。我想跟他说，谢谢他成为了我的猫咪，谢谢他陪伴了我们那么久。Good morning， 今天是一个不用工作的星期天。最近的思绪很乱，真的很需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发生了什么，顺便也是来帮我自己整理一下我的思绪。But first thing first， coffee。Let's talk。如果你看了我上个月的影片，大概就知道我5月底的时候回了一趟温哥华。那一趟旅行其实心情真的是蛮复杂的，在朋友家住了几天，感受到了很久都没有感受到像家人那种朋友的温暖。他们给我做了很多好吃的，我常常会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在他家哭。我真的很久都没有好好吃饭了，最近很忙，一直在外面。那些眼泪其实真的是来自感动，还有一个眼泪是一种心酸的感觉。我好像很久都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的那种心酸。反正真的很想要感谢小龙和 Amy， 在我刚回温哥华的那几天把我照顾得很好。然后回到了自己原来住过的地方，住了1周，心情就更复杂了。我刚开到楼下停车场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的想要哭，好像回到原来住的地方是一件其实蛮需要勇气的事情。鼓起勇气回去，看到猫咪你妹，看到了我的那颗最大的 Bird of Paradise， 很多的想念。我觉得这次回去给我最大的一个体悟就是和人或者是和另外一个动物之间的连接感。我发现我一直在渴望这种连接感。之前自己在 Edmonton 的时候，有一阵子，我之前的影片也有提，我非常 obsessed with 我的小羊，去哪里我都会带着我的小羊。那阵子真的是病得不轻，但是其实也蛮谢谢有小羊的存在，它陪伴我走过了一个非常黑暗、非常孤独的一段人生旅程。但是回到温哥华以后，有了猫猫狗狗给小和你妹，当我感受到它们跟我皮肤接触的那个温度的时候，那种连接感真的非常的不一样。每天感受跟他们这种连接感，感受他们信任我、依赖我，他们喜欢我陪伴的那个感觉，好像心里有一部分空洞被填满了。我回去才知道，原来有温度的东西是这么重要。这一次回去，我的感觉有点像是跟曾经的生活、跟曾经的我做了一个正式的告别，真的有很多的不舍。As promised， 我有带小羊去 Stanley Park 骑车，还蛮开心的。我把它放在我的背包里，带它去看原来 Steely 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是什么样子，跟他讲原来 Steely 在温哥华的故事。这种感觉像是把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又做了一个连接，也算是填满和疗愈了自己一些空洞的部分。咩 ，Hello 咩 ，Are you happy? She said not bad at all. Good. 小羊的头发在风中被风吹动的样子，真的跟之前想象中一模一样。这次回温哥华花了很多时间骑车，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骑车这种自由的感觉，就是骑着车想去哪就去哪里，去到想去的啤酒店，即使是自己一个人的状态，然后坐下把头盔放下来的那种爽感，真的是很爽。我发现来 Edmonton 半年以后， Edmonton 的朋友对我的一个很大的影响是，他们有开始培养我，即使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自由很开心。就是这种自己为自己创造，自己想要逗自己开心，想要让自己快乐的这种自由的感觉，好像也是我之前没有体会过的。所以这次回温哥华真的花了很多时间骑车，感受
自由，花了很多时间在啤酒店里给自己买想喝的啤酒，然后一边喝一边工作，花了很多时间自己就是在公园里，在长椅上听歌，吃我想吃的东西，然后看日落。我觉得这种自由的感觉是史蒂里的灵魂想要的感觉。自从温哥华回来以后啊，我的状态其实好了很多。我觉得一是跟过去有一个正式的圆满的告别，然后也是重新又跟过去有了一个新的连接，填补了内心对过去有一些不舍和放不下的东西。然后呢，这一次也有尝到一种我从来没有尝到过的可以自给自足的自由的感觉。所以回来这边以后，我会开始慢慢的感觉到我的人生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我想要继续顺着这种灵魂想要的这个自由的感觉继续往下走，带着对原来这种非常满的感激的心情，继续去探索未知的自己，探索即使是自己也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让自己过得很开心的这种自由。Anyway， 温哥华的故事就先到这里。现在我要去接我的朋友 Lisette， 我们约好了今天下午出门去一家离这里开车大概30分钟的咖啡店。要跟我一起去的朋友 Lisette 就是我刚刚在影片里有提到，影响了我对自由看法特别深的一个人。Let's go。回来 Edmonton 以后，其实最近突然有一种感受是，我突然一下不知道自己是谁。也很想知道自己是谁，我想拿掉那些曾经对自己特别固有的又特别固执的一些认知，比如说Steely 就是喜欢女生的这种，我想把它们全部拿掉。我发现在这半年里，我其实改变真的蛮大的，有很多感受都是原来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真的变得对自己特别好奇，我想要探索更多和自己有关的东西。最近啊，我开始尝试了我原来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件事情，就是casual dating。 前阵子我有在约会对象是一个男生，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啦，因为我身边有不下5个朋友都跟我说 Steely 你快点去那些 dating app 上面注册你的东西。可是我又是一个原来一直对交友软体有偏见的人，我总是觉得用软体就很奇怪很不好，所以我也一直没有用。因为只要是有超过3个人跟我说，其实它就是一个 sign 了，但是有5个人，那I have to do it, right？ 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给他一个尝试的机会。于是我就像完成任务一样，把自己的 profile 上传到网站上。然后有一天突然就好奇，我突然想起来打开看，然后发现有一些人会评论我的 profile， 于是我就随手回了一个，没有想到就开始聊天。聊天以后他约我吃火锅，于是我们就这样开始 casual dating。我自己在整个 casual dating 的里面，我发现自己带出来了很多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可能是来自原来的一些经历，然后我害怕再受伤。一旦我这种不安全感起来以后，发现我会慢慢的又会掉进一个黑洞里。然后有一天网站上有一篇文章突然就跳出来，那个文章的标题叫为什么我总是好像是有目的性的让我自己觉得伤心。我看到这个标题我其实怔住了，我在思考我自己，我是这样子的人吗？可能我是这样子的人，那我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人呢？后来跟我的心理医生要聊完，其实我发现是我总是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我总是想要变得更好，快一点更好。比如说在约会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到我的不安全感起来以后，我不会去正视我的不安全感，反而我会反过来抨击我自己，是你看吧，你的不安全感还是在这里，你还没有解决，你怎么回事？就是所有的这些自我抨击的声音起来以后，会让我变得很不开心。我觉得像这种第一次接触灰色地带这种约会，有不安全感很正常，就像是心理医生跟我讲的，有不安全感 It's okay， 这都是很正常的东西，我们只需要关注到它，我有了这个不安全感，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来面对处理这个不安全感。然后在跟这个男生约会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真的有很勇敢的去表达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我会跟对方说我的不安全感，对方也可以理解。而且我发现像这个约会事件对我来说也有点像是一个标尺，让我自己看到了我自己成长的地方。比如说我会很勇敢的站出来为我自己讲话，我会很明确的告诉对方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然后我也会很勇敢的选择离开。经过这一次约会事件以后，我觉得我好像又了解自己更多了，对不同的人是
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在约会里面自由的表达，划清自己的界限，捍卫自己的权利，畅通无阻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也真的是让我觉得很自由的一个感觉。OK， 我现在到我朋友家楼下了，我让他下来。哇啦 I'm Lisette. Everybody knows you're famous. Really? You're a celebrity on my channel. Already? Yeah. Oh my gosh. I wanted to ask you a favor first. We can stop at the library. Class book. Richie. Cool. Hey, how are you? Doing well. I'm actually looking for a specific book. Agua Viva from Clarice Lispector. Yes! She just got her favorite book. Because she borrowed one from library, I loved it so much, she has to get another copy for herself. So probably I'll place hold on this book. Okay, I'm curious about that. Let's go to Roasty. Roasty coffee. Hello. Cheers. Tonight the moon is full. Through the window, the moon covered my bed and turns everything a milky, bluish white. Ooh. It's gonna be dark. It's okay. It's a shadow. Even darker. Welcome to my dark side. Thanks for waiting. 刚刚回家已经吃过晚饭了，喝了一些红酒，吃了 spaghetti， 然后又给自己烤了一块披萨。为什么要吃这么多碳水呢？是因为觉得最近情绪还是有一点伤心的。其实你们之前看到的在温哥华的猫咪，它的名字叫妮妹，我叫它妮妞咪。6月的最后一天，它永远离开了。5月底回去的时候，其实它比之前真的安静很多了。我觉得它可能是没有身体不舒服了嘛，所以它会，即使是对陌生人，它也没有那么凶，它会比较温顺。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是，它是可能因为太不舒服，已经没有力气再对陌生人凶了。它瘦了很多，然后它也一直都很挑食。之前他开始不舒服，他挑食的时候没有带他去兽医检查，可是兽医检查不来任何东西。他离开的前一天，听俊说是没有力气了，也不吃饭，送去兽医，兽医说没有办法，于是就安乐死了。我真的很难想象，突然有一个物理的存在突然消失了，突然就不在了。它其实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只宠物，它是一只很黏人的小猫。我有时候在家工作或者是在家写日记的时候，他喜欢来我的腿上。他有时候甚至会在我在家弹琴唱歌的时候，他也会在楼上附和我。也就是说，我在睡觉的时候，他也会爬过来，用他的手摸着我的手，然后陪我一起入睡。就是真的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了。我知道他过世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有蛮多内疚的，因为我会觉得，为什么当时没有再多努力一点，把他的病给查出来，可能他会活得更久。为什么这一次回去，我没有想到他变得瘦，他变得更温顺，是因为他没有力气了。但是我真的还蛮开心，幸好我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回去了，我有跟他好好告别，我有再多感受一次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我想跟他说，谢谢他成为了我的猫咪，谢谢他陪伴了我们这么久。如果他以后还想再做一只猫咪的话，希望他可以健健康康的，每天都吃得很饱，就只希望他可以永远都做一个快乐的灵魂。想要谢谢他，也教会了我很多事。谢谢他的陪伴，谢谢他是我的第一只猫咪，永远爱你。